人性到底有多么的险恶？这个问题恐怕是无法回答的。在各位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否有遇到过被好朋友出卖、被好兄弟背叛、被好闺蜜陷害等等让你心灰意冷的时刻？我想，由于人性之恶是真的没有下限的，所以就算是最亲最爱的人，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原因而做出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曾经就有一对热爱潜水的夫妇，在新婚第11天，蜜月都还没有过完，美好的生活就被匆匆地画上了句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拥有救援潜水员资格的丈夫，却无法挽回在潜水过程当中不幸溺水的妻子。对此，他给出了很多种解释，但都很难让人信服。最终，一张无意间拍下的照片似乎说明了这一切。蒂娜·沃森与丈夫加布·沃森是在阿拉巴马大学读书时认识的。他们于2001年开始约会，感情一直都不错。丈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他拥有开放水域水肺潜水员证、高级潜水员证、救援潜水员和专业潜水员的资格认证。或许是受到了丈夫的影响，在2003年1月，蒂娜也正式开始学习潜水课程。可是她早年被诊断出患有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这是一种心律失常的疾病，原理来说是不适宜潜水的。但蒂娜还是设法在结婚前夕获得了潜水证书。截止到蜜月前，加布完成过55次潜水，而蒂娜仅仅完成了11次，还都是在当地的一个采石场完成的。但因为有这一项共同爱好，所以这对夫妇特别向往来一场潜水蜜月旅行。2003年10月22日，加布和妻子蒂娜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度蜜月。那里有一艘非常著名的沉船杨加拉号，它于1911年坠入海底，沉睡了50多年之后才被找到。杨加拉号全长有100米，整条船都被珊瑚覆盖，颜色艳丽。而在这里潜水，不仅能够偶遇各种海洋生物，还能探索神秘的沉船遗迹，因此杨加拉号成为了绝佳的潜水点。加布与蒂娜也自然地把这地列入了这次潜水清单之中。虽然这是著名的潜水圣地，但难度可不小。最重要的是，在这之前，加布在公海潜水的次数很少，而蒂娜更是一次都没有在海洋里潜过水。为此，潜水商店提出了可以提供一个水下定向服务和潜水教练，但被这对夫妇拒绝了。10月22日当天，加布与蒂娜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潜水团，准备前往杨加拉号探险。不过刚下水没几分钟，加布就示意蒂娜返回水面，因为他潜水手表的电池装反了，正在发出异响。很快，这对夫妇一同回到水面上的旅游船。加布问船上的人借了一块硬币，然后将电池取出来，重新安装了一遍。在确认没有异响后，这对夫妇又继续潜入水中。此时，他们俩已经落后于其他潜水员，而一场灾难很快就要降临了。根据加布的证词，刚到水下2分钟左右，水流突然变强，他立刻给妻子发出信号，准备掉头。但此时的蒂娜明显非常的慌张，加布赶紧去扶她，可在慌忙之中，蒂娜不小心打掉了她的面罩。然而，等加布调整好面罩，恢复视野的时候，蒂娜早就已经失去知觉，沉入水下30米的地方。据加布回忆，当时蒂娜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她的耳朵也很疼，完全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所以她只好返回旅游船寻求帮助。很快，潜水教练下水，大约过了10分钟，他将蒂娜带回到了水面，并送到相邻的潜水船上。在那里，急救人员对蒂娜进行了整整40分钟的心肺复苏，但已经无济于事。就这样，在婚后的第11天，妻子蒂娜永远的离开了人世。冥冥之中，大家都觉得这起事故疑点重重，因为加布对于事故的描述与同组潜水员的证词截然相反。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他为何说话会前后矛盾呢？比如起初加布告诉其他人，蒂娜说自己头痛，随后便失去了知觉，迅速下降到海底。后来他又改口说是蒂娜打掉了自己的面罩，以至于自己没有办法及时把她拉上水面。可是据目击证人透露，他们都看到当时蒂娜是挥舞着双手，一副慌张的状态的，而一旁的加布则从后面抱住了她。没过多久，加布就独自冲向水面，而蒂娜则整个人都开始向下沉。其中一位名叫加里斯坦普勒的潜水员给自己妻子拍照时，还无意间拍到了蒂娜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后面那个仰面躺在海底的潜水员就是他。除此之外，事后加布的诡异行为也让同组的潜水员觉得很奇怪。据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加布甚至都没有和妻子在同一艘船上，他还叫其他人拥抱安慰自己。后来在得知抢救失败后，加布只是一副震惊的样子，看着妻子的尸体，他还发出了奇怪的咯咯声，但那根本就不是在哭。
最重要的是，救起蒂娜的潜水员记得，当时蒂娜携带的所有设备都在正常工作，调节器还在嘴巴里，气瓶更是还有2/3的量。最关键的是，自己只用了90秒就把蒂娜带回到了水面。可是加布上岸的速度非常的缓慢，90秒可能只走了1/4的路程，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加布是在故意拖延时间。要知道，加布在1999年就获得了救援潜水员的认证，退一万步讲，他至少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带领蒂娜浮出水面的。根据第2天的尸检报告显示，蒂娜的死因是溺水。病理学家推测，死因是由空气栓塞导致的溺水。当气泡最终进入动脉或者静脉时，就会发生空气栓塞，从而阻碍血流，导致心脏病发作、呼吸衰竭等一些致命急症。其实，在潜水过程中，无论是憋气时间太长，还是太快浮出水面，都可能使肺部的气囊破裂，从而导致栓塞的形成。与此同时，由于蒂娜死的蹊跷，昆士兰警方对此案进行了深入调查。果然，调查人员发现加布潜水手表上记录的数据很明显与他自己的证词是不相符的。后来，加布特意申请取回设备，但作为重要的证物，警方拒绝了这一请求。对此，加布还很是不满。面对所有的质疑，加布显然有点架不住了。也难怪他会在前前后后总共说了16个版本的证词。至于他的犯罪动机，蒂娜的父亲明确表示，他们在结婚前自己亲耳听到过加布建议妻子多购买几样保险，而且还把他添加为保险的唯一受益人。现在女儿遇难，如果保险全部能够索赔，那加布就能获得至少13万美元的赔付。后来经过昆士兰警方调查得出结论，这对夫妇在水下时，丈夫设法关掉了妻子的供气系统，并从后面抱住她，直到妻子失去知觉，然后他又重新打开供气系统，任由她坠落到海底。在2008年4月24日，验尸官正式指控加布犯有谋杀罪。随后，加布拒绝引渡，直到2009年6月，他在澳大利亚接受审判。由于加布在营救潜水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他却让妻子坠入海底，甚至有意拖延救援时间。事发后，他前后讲述的故事自相矛盾，与目击证词完全相反。最终在法庭上，加布终于认罪，可他只承认因疏忽而导致过失杀人。然而，检察官就这样接受了这一结果，加布被判入狱4年半，只在昆士兰服刑了12个月就结束了。可想而知，这一点让蒂娜的家人相当的恼火。回到美国后，加布又一次面临起诉，而他的辩护律师声称保险金额存在差异，妻子的职业人寿保险为33000美金，受益人是其父亲，而旅行保险只有45000美金，与妻子家人所述的13万美金相差甚远。更何况，加布也并没有因妻子的死而获得任何保险赔偿，他们之间是真心相爱的，妻子的死完全是一场意外。另外，辩护律师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潜水商店，他们认为蒂娜是新手，却参加了此次危险的潜水项目。在此过程中，潜水商店不仅没有要求他进行水下定向，还让蒂娜配备了将近20斤重的设备，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这分明就是在甩锅。而潜水商店作证说，这对夫妇接连2次都拒绝了他们派人跟随的提议。再者，他们所选的潜水地点本来就是以强水流而闻名，妻子的水平有多少，到底适不适合潜水，她的丈夫再清楚不过。有这么一位专业的丈夫，有关潜水方面的所有问题，蒂娜自然是完全听从他的决定的。在法庭上面，蒂娜的父母还透露，在女儿死后，加布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就比如他曾经特地上门要讨回他送给女儿的订婚戒指，父母不允许，加布还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而最让人生气的是，加布竟然还去妻子的墓地捣乱，先是在2007年擅自将蒂娜的遗体挖出来，转移到他买的一个连墓碑都没有的地方，直到2009年，蒂娜的墓地才有标记。再后来，加布经常会偷走亲人留下的鲜花，蒂娜的父亲就设法安装了锁链，可加布竟然在了断线前剪断之后，继续破坏献给蒂娜的鲜花。对此，加布的解释是，这些花朵又大又鲜艳，蒂娜不会喜欢的，况且自己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不想看到这些东西。在2012年的时候，距蒂娜去世已经过去了9年，因为证据不足，法官撤销了对加布的指控，同时法官也拒绝采纳澳大利亚当局的证据。就这样，加布与一名长得很像蒂娜的新老婆扬长而去，消失在了大众视野里。看到这里，各位觉得加布到底是不是故意杀害他的妻子的？可以在弹幕里面留言。令人唏嘘的是，明明有这么多对加布不利的证据，但他最后依然能够侥幸逃脱。也难怪，当所有人在得知审判结果后都非常的愤怒，认为这起案子根本就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可不管怎么样，可怜的蒂娜已经无法再苏醒过来。另一边，失去女儿的每一天，蒂娜的父母都沉浸在痛苦之中，而为她据理力争的父亲，在他走后的第5年也因病去世。别的不说，就凭加布对待亡妻坟墓的一系列骚操作，他这个人也远远没有这么无辜了。死后都这么不尊重，又该如何让人相信他那一套说辞？无非就是鳄鱼的眼泪罢了。对于这起悲剧，震惊之余的还是给所有人敲响了善良的警钟。你可以永远相信人性是没有下限的，可以保持善良，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真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